大家能想象得到吗？直到今天，还有人觉得4楼、8楼、18楼是不能买的，原因竟然是这些楼层数字不吉利。对于真正应该关注的采光、通风、反潮、反水、噪音等影响居住品质，又影响后期转手的因素，却是视而不见。等到买房入住后，才追悔莫及。在内行人、建筑学家看来，今明2年买房真正不建议购买的其实是这4个楼层。第一，天地层，相信大家在买房时都听到过这句话：再穷莫买顶楼，再傻不买底楼。这里的顶楼和底楼就是我们所指的天地层。天地层不建议购买的根本原因是缺点太过明显。先说顶楼，一般情况下顶楼都会有3大硬伤问题。第一是防水问题，虽然现在的防水技术越来越先进，但是顶楼漏水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。有机构曾经小范围调查采样，得出结论，顶楼在5年内漏水的概率在30%左右。目前开发商的防水大多只质保5年，所以买顶楼赌的是开发商的品质。第二是冬冷夏热问题，尤其是南方夏季高温天气充足的城市，买顶楼就要做好被晒的心理准备。业主需要消耗的电和水也会比其他低层业主更多，这样无疑就会增加业主日常生活的生活开销。第三是对电梯依赖大，尤其是30层的超高层住宅的顶楼，基本上已经到了电梯坏了就没法出门的地步。不仅如此因为所在楼层高，每天花在等电梯上的时间也多。有家住在28层楼的过来人透露，自己每天早晚高峰等电梯的时间不低于20分钟。如果2部电梯有1部坏了，时间还会加倍。再说底楼，也就是1楼，也有3大显而易见的缺点：一是采光差，容易潮，尤其是楼间距小于前面建筑物总高的1楼，1年有大半时间都无法采光，这就导致室内很容易发潮，尤其是梅雨季节，1楼室内甚至会形成水珠，不仅衣物难干，家具软装也容易发霉。二是吵，尤其是人车不分流的小区，噪音来源更是多方面的，汽车发动机声、公共区域闲聊声、进出电梯声、宠物狗、儿童嬉戏声等。三是私密性差，楼层低，外面的人能直接透过玻璃看到家里，室内的一切都仿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毫无隐私可言。第二，反水层通常指的是2楼。什么是反水层呢？目前我国的很多小区采用的排水方式都是自然落差排水法，即一栋自上而下所有住户共用一根下水管道。1楼通常是独立管道，这种情况下2楼就是反水层。只要管道堵塞，2楼就必然会反水，严重的脏水和粪水会从2楼的排水口喷涌而出。我们敢保证，只要你经历过一次，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想购买反水层的房子了。当然这个也不绝对，有些小区1楼没有做独立排水，那么如果管道堵塞，最先遭殃的就是1楼。除此之外，有些人买了2楼之后，还会在装修时就和物业交涉好，把排水改成独立管道，如此一来，反水层就又变成了3楼。所以在购买新2手房时，一定要到室内仔细观察好，到底哪一层才是反水层。尤其是2手房，如果房东不说，很多时候中介也是不知道真相的。第三，腰线层。腰线是开发商为了整栋楼的美观而做的装饰，其目的是让整体看起来更好看一点，更加有层次感。腰线层的位置呢，没有特别的要求，有些楼栋可能有很多条腰线，有些楼栋可能没有腰线。据建筑学家透露，一栋楼的腰线层通常在低层或者次顶层。腰线层不能买的原因也很现实，一是腰线层会牺牲一部分采光，尤其是有横梁的次顶层的腰线层，楼层都这么高了，却因为是腰线层，采光可能还不如很多低层，这就是典型的多花钱没买到好房，心里会极度不平衡。现实中很多建筑物的腰线设计长度和宽度都很大，不仅会影响腰线层的采光，还可能影响腰线层下一层房子的采光。二是腰线层容易藏污纳垢，尤其是低层的腰线层，树叶、楼上扔下来的各种垃圾都可能落在腰线位置上，而且很多时候腰线平台由于位置太高且没有预留入口，即使住户和物业反馈，物业也没办法及时清理。再者，一些非常突出的外立面腰线设计，雨雪天气容易积水积雪，由于腰线和建筑物并非一体，所以长此以往，雨水、雪水很容易渗漏到室内，即便不渗漏，也容易导致室内墙壁发霉，室内壁纸、墙布等起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腰线层也会留下安全隐患，好像是给小偷建造的完美踏板。现实中，很多低楼层的腰线位置，小偷都可以轻易通过窗户进入室内。总而言之，腰线层除美观作用外，毫无实际意义，因此对购房者来说是典型的有弊无利。所以对于腰线层的房子，购房者一定要详
想方设法避开。第四，设备层。设备层顾名思义就是设备停放的地方，比如空调外机、电梯机房、给水排水、电机电器设备房等。如此多的设备一同运行，噪音是可想而知的，并且随着设备老化，声音会越来越大。比如电梯的卷扬机声音。不仅如此，很多这类设备在运行时还会释放大量热量，这使得相邻层可能会被影响。比如夏天时，这些热量可能会传导到住户家里。内行建筑学家提醒，很多楼栋的设备层只可能存在于3个地方：地下室、中间层和顶层。当然，对于设备层，开发商在售楼处会按照要求进行不利因素公示，但通常比较隐蔽，而且很多没买过房的小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设备层。再加上置业顾问不会主动告诉购房者设备层的危害，所以很多人都无法规避设备层这个大坑。基于此，如果楼层还有的选，一定要好好问清楚这栋楼的设备层在哪。站在建筑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，好房子不会受数字、楼层含义等局限。换言之，很多外行所说的4层、8层、18层等谐音不吉利的楼层不能买是不成立的。真正的好楼房应该是不包括以上建筑学家提到的4个存在缺陷的楼层，尤其是反水层、腰线层、设备层，很容易给购房者花了大价钱但没办好事的心理落差。特别是后期入住时还要天天面对这些缺陷，心里会更加不舒服。我是大美，下期再见。